Hello，大家好，今天是1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由于周末 DeepSeek 消息面的发酵，英伟达等一众 AI 个股受到影响，周一开盘时暴跌，纳指单日下跌3.07%，英伟达更是创下20年来单日最大跌幅。目前美股距离股灾还有一线生机，这次下跌是顶部的确认信号，还是又一次大跌大买的机会呢？尽管周一暴跌，但有些个股如苹果、Meta、亚马逊和特斯拉等反而未受重创，或许这为抄底提供了很多机会。在正式内容开始前，因为今天是中国除夕夜，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愿您与家人团聚，欢笑不断，幸福安康，迎接新的一年，满载希望和喜悦。现在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本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第135期，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来讲解当前行情的观点。第一部分是纳斯达克指数的趋势背离和空间点位分析。第二部分，阿哲会讲解特斯拉、英伟达有关空间、资金、动能3方面的技术分析。最后，针对以下个股：台积电、苹果、MSTR、PLTR、Meta、谷歌、亚马逊以及高通等个股，阿哲会从短线的角度进行技术面行情快报。以上内容，阿哲也都将进行时间划分。点击下方播放按钮旁边的3角。您可以看到具体的时间轴，点击时间轴就可以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分析环节。希望对于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可以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更建议观看所有视频内容。上周阿哲通过2期视频告诉各位美股上涨中存在的风险，最后以复阴线作为短线逃顶的依据。如果您确实认真观看了，并且听进去了阿哲的建议，虽然不能说完全可以规避本次 AI 股崩盘带来的亏损，但至少可以大幅降低本次下跌所带来的损失吧。如果到现在您还觉得技术分析不能给您带来帮助，以及技术面纯粹是马后炮，那么阿哲也无话可说。现在进入到第一部分，阿哲会告诉你目前美股下跌它当中的一线生机在哪里。从趋势结构看，之前对于下降楔形的上轨突破，目前不能说是有效了，因为以缺口的突破，目前又再次以缺口回落，反而形成了一次倒形反转的结构。而目前的股指来到了前期高点附近，阿哲在往期视频的直播中多次谈到一个观点：当前高支撑没有确认有效跌破时，每次的跌落都是寻找抄底时机的机会，而一般这种抄底机会会在破位第2天去产生。所以目前阿哲的观点是破位前高假阳线，今天为趋势变盘，具体操作策略等待止跌 K 线，或者更明确是等待一根收盘突破今天最高价格的 K 线买入，可以博弈一次超跌反弹。时间上，我们依旧关注周3、周4的财报，目前重点是 Meta 和苹果，而后才是特斯拉。从指数分化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机会。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当你学会看懂指数的分化背离和同步，你哪怕作为散户也可以很轻松识别一些重要高低点。因为之前阿哲也是这么去看、这么去分析的。在前期高点处，为什么上涨会见到高点、会见顶呢？因为纳指上涨时，标普在下跌，一个是12月16号见顶，一个是12月6号见顶，这是有资金提前离场的现象，也被称为上涨中的指数的顶背离。阿哲当时发布视频，美股又多上涨，就是以此作为依据。而后美股见顶下跌，那么在随后的下跌当中，为什么这里会是见底上涨？也是因为背离。下跌中，纳指跌得较慢，没有回补前方的缺口，而标普不一样，它下跌比较快，在这一天低开高走阳线时回补了缺口，这也是下跌底背离形成的一天。在这个区域中，阿哲发布了3期视频。美股将有反弹，美股低点确认以及美股中期底部。那么上涨中是如何识别风险的呢？你就看一下两指数有没有上涨背离，是不是纳指没有创新高，而标普却在上涨中创了新高，所以高点出现是顶背离。同样的，在这种顶背离区间内，阿哲再次发布2期视频，分别是美股新高风险以及美股短线逃顶。阿哲所创建的这个频道，目的就是分享一些实战有效的技术分析，并且希望在美股的行情波动中，为订阅观众尽可能及时的提醒一些机会和风险。所以哪怕是除夕夜，阿哲也尽量抽时间制作视频，因为阿哲觉得
如果仅是因为放假就停更，如果因为放假就看到市场的风险而都不去提醒，那么一开始阿哲就不应该创建这个频道。不过目前因为接下来是春节，所以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更新会有所影响。所以阿哲在本视频当中会讲清楚一些之后的行情节点。目前美股暴跌，其实两指数在本次周一下跌中再次出现了底背离。认真看一下，你会发现纳指下跌回补了之前25年1月15号的缺口，而标普下跌却没有回补这个缺口，这也是一种下跌底背离现象。那么现在阿哲对于美股的观点很简单，只要标普不回补下方缺口，美股下跌是机会。如果标普完全回补下方缺口，美股将确认中期顶部行情，趋势将反转向下。而如果多头还有些许力量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标普不回补缺口的情况下，而后多头强势反弹，将岛型缺口回补。这个动作最好是在本周就完成。以上内容就是趋势背离技巧，学会它以后，你也可以进行顶体研判。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点赞阿哲视频哦。如果您是新同学，今天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也可以点击订阅按钮。未来我们一起学习技术分析，一起探讨美股行情走向。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关于纳指的空间点位技术分析。这是有关阿哲每天美股盘前都会发布的一则 Telegram 盘前消息，在图版的左侧就是阿哲日常美股开盘前都会更新的信息，只有订阅粉丝观众才能够有机会收到的限时福利短信。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频道，至少您可以接收到半个月的消息服务，也是阿哲对于订阅朋友的一个见面礼。虽然阿哲的视频春节期间会有所耽误，但盘前消息会坚持更新，这可以让您每天观看到阿哲的一些观点。关于点位的测算，阿哲一般会给到的是纳指和特斯拉的日内支撑和压力。看到右侧图表是纳斯达克日线图，如果当天收盘跌破日内支撑，阿哲会标记红灯，说明空方强势，要小心风险。如果当天收盘突破日内压力，阿哲将标记绿灯，说明多方很强，后续往往有上涨机会。上周五纳指出现下跌，并且是红灯，阿哲就提醒了风险。本周周一风险延续，开盘纳指就破位了日内支撑点位，所以昨天收盘依旧是红灯，风险提醒。稍后阿哲也会用这个技术分析当下的个股行情。这里提醒一下，如果您是新同学，订阅阿哲后不知道如何得到每天盘前的消息提醒，可以现在打开本视频中的评论区，在评论区中找到阿哲的置顶评论。阿哲已经将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放在里面，点击链接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领取每天盘前解析。这里要注意，找到助教后发送2个字盘前，这样的口令会让助教知道您是需要阿哲的盘前信息的。当然您还可以再发送2个字回放，这样助教老师同时会把近期的一些非公开课内部的回放课程发送给您，可以作为最近知识点的补充学习。希望对于新订阅的同学可以有些许学习上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的技术面解析。这里阿哲需要提醒，有关于所有美股短线的买入交易，最好是建立在指数底背离还存在的前提下。如果底背离被修复了，那么就不建议再去做多了。先看到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特斯拉近期的重要空间价位支撑是406.71，上周五的阴线下跌没有有效跌破，而本周一的跌破是阳十日新，所以还不能够有效定义跌破此价位支撑。当前的406.71还是有效支撑。同时，上期视频中阿哲说过特斯拉的连阴调整，当特斯拉出现连续3天阴线或以上时，一旦止跌阳，可以作为买点介入，从多头行情启动至今，这种操作成功率还是蛮高的。也就是说，周一的低开高走可以作为一次买入操作。当然，这个操作很是激进，更保守的买点是一根收盘在406.71之上的上涨阳线买入。现在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上方是特斯拉红绿灯的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资金指标。我们说过，资金的变盘点识别可以看到，绿柱上穿零轴容易是变盘高点，而红柱下穿零轴容易是低点变盘。上周五特斯拉是红柱下穿，它的低点变盘目前还有效，因为还没有出现有用的破位阴线。唯一不太好的是，昨天的下跌出现了红灯，
但阿哲认为这是在 AI 股崩盘下，特斯拉受到连累而出现的，所以红灯的风险提醒并不明确。我们关注是否今天会有绿灯的反转出现。如果今天特斯拉收盘在401.92之上，就是一根绿灯 K 线，可以作为另外一种买入的信号。现在我们看到英伟达受 DeepSeek 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英伟达的高估值泡沫，市场对此的回应是单日暴跌17%，复阴线后把前期区间支撑也跌破了，而且是有效的破位，大阴实体过半还有缺口，所以这个区间目前将转为压力。空间层面上，阿哲对英伟达有3个走势推断，第一个也是最有可能的，就是英伟达会出现报复性反弹，目标位在前方区间压力之下，或者区间内一半空间，而后再次回落测试116的支撑，是否能够有效止跌？第二个可能性低一点点，就是后续消息面再次反转，多头大举进攻，重新站回区间上沿，再次转多，最后也是可能性最低的。英伟达116支撑无效，价格继续下跌，继续暴跌，目标位103。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从资金变盘上看，英伟达目前是红柱下穿零轴，可以作为变盘低点来观察。如果周一暴跌阴线的低点再次收盘跌破，说明还有下跌，目标位真的要看到103了。反之，这里出现止跌阳，就可以继续看反弹。如果今天收盘在123.41之上，说明多头将变强，将是一根绿灯 K 线。以上就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阿哲会从资金动能的角度讲解台积电、苹果、MSTR、PLTR、Meta、谷歌、亚马逊以及高通等个股，进行技术面的快报。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昨天美股大跌而逃过一劫的股票，比如苹果、Meta、MSTR、PLTR 等等个股。先看到第一只个股台积电，台积电的低点变盘，它的效果一直是不错的。昨天大跌也出现了红柱下穿零轴，分析逻辑和英伟达类似，前高出现复阴线和红灯，而后暴跌。目前红灯延续，这里观察低点变盘后有没有止跌阳线出现。今天收盘要超过199.655才是绿灯买入 K 线。接下来我们看到苹果，在 DeepSeek 影响下，苹果对于 AI 投入较少，将成为了优势。昨日逃过一劫，反而出现明显上涨。如果没有苹果的托盘，可能纳指还能再多跌一些。目前苹果是低位连续的资金流入，而且难得出现2次绿灯。本次反弹开始有点不太一样，目前价格突破224.42，是上期视频中阿哲所讲的入场价位，所以这里构成一次买点，止损是219.38，以波段低点看待本次上涨。MSTR 也是刚刚构成红柱下穿零轴的变盘低点，前期高点下跌以来出现2次下穿变盘，都如期出现反弹，这是第3次，希望本次也能够如此。明确的抄底买点是收盘突破352.4，将是一根绿灯 K 线，可以作为短线买入。PLTR 上期视频我们说过，这种压力位出现的冲高回落，可以作为一次卖出获利兑现。昨天如期调整，当然当前这个下跌已经算是强势扛跌的表现，前方高量阴线的区间没有破位，目前价格在这里出现支撑，不跌破的情况下，看回调止跌找买点。目前是红灯，要重新转绿灯，可以看看今天收盘是否突破76.08。现在我们看到 Meta 开盘也是低开的，但是收盘反而继续上涨，所以阿哲说它的短线及时强势，下方资金目前持续的流入。左侧高点还是支撑有效，但可惜的是没能出现 Meta 日线上的回调买点，只能继续看涨，等待调整机会。周商财报发布，从价格层面看，目前有明显资金的入场现象，所以阿哲觉得问题不大，但追涨不是阿哲喜欢的风格。接下来是谷歌，昨天的下跌也是红柱下穿零轴，如果本次是回调，那么昨天应该有明显的价格支撑。如果昨天的低点被有效跌破，那么将代表下跌还有较多空间，希望在支撑有效的前提下出现绿灯买入机会。今天收盘要在196.22之上，谷歌才会出现绿灯 K 线。目前的红绿灯有变盘提醒，红灯、绿灯而后红灯。如果今天收涨，则阿哲认为会变盘向上，而收跌则延续下跌。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在昨天表现也是砍跌，大幅低开后却能够在盘中去修复，
收盘继续维持在三阳小顶的防守位置上，多头很是强劲。资金层面看到上周五 K 线一轮下跌时有2个关注的支撑点位，连续流入后的首次流出，以及流出红柱下穿零轴的时候，目前是第一个关注点。首次流出的 K 线低点为重要的支撑点位。最后我们看到高通在遇到前方大阴半后出现滞涨下跌，昨天盘中也是一度大跌，但还是收出了长长的下影线。首次流出的红柱 K 线低点不算有效破位，再次反包阳可以作为趋势回调买点。目前价格在短期成本线上还有所支撑，可以继续的以中期上涨来看待每次下跌的回调机会。以上就是1月28日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恐慌抛售下，希望您可以关注到其中的机会出现，不要在狂热时追涨，也不要在恐慌时随意割肉。希望今天的视频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也祝愿您新年快乐，我们明年再见。